文明弃允擂台降临，八国弃我华夏文明断层。如今华夏已连败8场，气运岌岌可危。谁言我华夏无人？小辈殷木，写5000年诗词来战。将进酒，黄河之水天上来！加油！加油啊！好！华夏国第8场文明对战，农耕文明败。我叫殷木，穿越到了一个平行世界。3天前，文明擂台降临，强制让每个国家都要以本国文明进行擂台对决，胜者将受天赐奖励，国运长隆；败者文明抛离，国土瓜分。可这个世界的华夏出现了文明断层，只残留农耕文明、茶文明等不具备战斗属性的文明传承。那些以笔为锋的战士战词全部被人遗忘。与此同时，樱花国的百鬼文明、老鹰国的天使文明、天竺国的佛文明、藤草文明擂台，华夏国已经连败8场，如果再输1场，国家和文明都将要变成别人的了。诗词呢？这可是我华夏5000年文明中最璀璨的文明，经过擂台的神力演化，绝对是会成为华夏战力最强大的文明。可现在怎么还没出现？这帮家伙！难道连一句床前明月光都没传承下来吗？华夏5000年的文明就只知道种地吗？啊！又输了！我华夏5000年的传承，难道只有丝绸茶艺这种东西吗？为什么我们身为文明传承最久的国家，连个能打的文明都没有？消失的文明到底是什么？什么消失的文明？可真是会为自己找借口。一个运气好、侥幸传承下来的国家，也配和我樱花国伟大的百鬼文明相提并论？你们华夏也只有瓷器、茶艺这等讨我们欢心的文明传承了。可如今，这些也都是属于我们的了。华夏文明实在是太无趣了。游戏到此结束了，碾碎他们，瓜分华夏！请华夏国立刻选出第9场对决的文明，一旦超时将视为失败，失败惩罚灭国。用你们国家的话来说，识时务者为俊杰。看在邻居的份上，如果你们华夏国愿意对我们樱花国俯首称臣，我们就大发慈悲的庇佑你们的子民。没错，就凭你们华夏这些微弱的文明底蕴，最拿得出手的也不过是一些琴棋书画，毫无战力，拿什么跟我们斗？樱花国，这最后一场比赛还是交给你们了。不过事先说好，华夏覆灭之后，我要3成的土地。我天竺国要2成。我非国不贪，要几个小岛就行。我泱泱华夏，在这文明擂台上竟然受尽欺凌，5000年的风雨，我们都扛过来了，难道今日真要败在历史的传承上了吗？队长，让我上吧。虽然我觉醒的只是最普通的瓷器文明，但绝对不会让樱花国的混蛋好过。老大，让我上，我不怕死。都别吵了，生死存亡之际，就算注定了要国破家亡，那我泱泱华夏也要以最高傲的姿态，在冲锋的路上。我们国家虽然没有能打的文明传承，但也不能让别的国家看不起。大战在前，先死将官，再死袍泽。诸位，为国尽忠，龙某先行一步。老大，队长，凭什么？他们凭什么这么欺负我们？
华夏5000年的文明，10几个皇朝的更替，书中历史却只有到5代十国的记载。那中间消失的上千年的文明到底去哪儿了？若这些底蕴还在，谁敢这么欺负我们啊？5代十国之后的历史竟然消失了，难怪时至今日，那些以笔锋为刀锋的诗词一个也没有出现。也就是说，现在这个世界没有李白，没有杜甫，没有一剑霜寒19州，更没有我花开后百花杀。龙队长，这场比赛让我来吧。8场连败，我华夏文明难道真的要绝于我们之手了吗？让龙战上吧。龙队长觉醒了青铜器文明，可是我现存的华夏文明中，经过神力演化出战力最强大的文明。若是他再输了，那我们以后怎么办？眼下已到生死存亡之际，再输下去，文明尽归蛮夷，国破家亡，哪儿还有什么以后？是啊，5代十国之后的文明消失了整整上千年。可看看别的国家，不管是老鹰国的天使文明，还是樱花国的百鬼文明，就连天竺国的那帮和尚都堂而皇之地把自己的佛陀文明传播到了我华夏土地。此时唯有破釜沉舟，我华夏才能有一线生机。从现在开始，开启1级备战状态，告诉龙战，全力一搏，若败，华夏自我之下，全民皆兵，宁可玉石俱焚，也绝对不能便宜了外邦蛮夷。是，保证完成任务。小伙子，你还年轻，别跟着添乱，快回去。龙队长，若此战点上，能打败樱花国吗？唉，裂口女只是樱花国百鬼文明中最普通的一个，就算侥幸赢下，后面还有大天狗、八岐大蛇等堪比神明的文明产物。我的青铜器文明经过神力演化，也只能给我加持上千斤的力量，但想要赢下，几率近乎为0。既然如此，那此战就交给我来吧。你凭什么赢？就凭我是华夏5000年文明的见证者，就凭那唐诗宋词的璀璨之风，足以斩断一切他国文明。华夏烟幕学无双诗词，将尔等蛮夷小国前来赴死。你华夏是知道无力回天，所以派你这么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子来故意恶心我们，是吗？哼，什么狗屁东方神龙，也不过如此。哼，早知道华夏这么怂，这个风头就该让我们老鹰过来出。我天竺国的诸佛文明，终将照耀在这片古老的东方土地上。不是，谁让他上去的？虽然这小子刚才的话很热血沸腾，但樱花国的实力可不是假的。这逼装的越狠，等会儿打脸就越疼啊！简直是胡闹！眼下是我华夏生死攸关之际，龙战到底在干什么？怎么会允许一个毛头小子如此胡闹？而且，诗词是什么文明？我怎么听都没听说过。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把这个有勇无谋的小子带下来！是。等等，诗词文明，我好像在哪里听说过。都静下来看看，或许这个年轻人能给我们带来点不一样的惊喜。华夏小子，如果你现在选择给我跪下行礼求饶，或许我会大发慈悲，饶你一条小命。不好意思，我华夏人没有给狗行礼的习惯。八嘎，真是死鸭子嘴硬！我大樱花国将以雷霆之姿灭掉你这狂妄自大的小子！一个靠窃取我华夏文明生长起来的蛮夷小国，才过去几百年而已，就忘了当初你们是如何远渡重洋，跪在我天朝上邦面前，卑颜屈膝的奴才模样了。牙尖嘴利的小子，可是你们的文明远远不如你的口才，在伟大的樱花国百鬼面前，
就像只老虎一样不堪一击。哦，是吗？我华夏5000年文明，自三皇伊始，燃心火，织罗衣，定所居。后仓颉造色，杜康酿酒，一个个璀璨的崭新文明自华夏起，代代相承。后始皇帝一统天下，书同文，车同轨，文章传天下，礼乐定乾坤。诸子百家，哪一个不是二等蛮夷小国？倾尽一国之力都要仰望的存在。与我华夏谈文明，你们配吗？他竟然敢诋毁我国的文明，简直太放肆了！大日军，杀了他！杀了他！让他见识见识我们樱花国的厉害！你们华夏现在也只剩下一张嘴了。5000年的文明，除了诞生一些供我们取乐的茶艺、瓷器之外，还有什么？而我樱花国伟大的百鬼文明，可以召唤出拥有毁天灭地力量的百鬼，而你们呢，又有什么？哈哈哈哈！哼，百鬼文化，不过是一帮心灵扭曲的阴暗之人臆想出来的肮脏产物，也就只有你们这等卑劣小国才会当成文明传承下来，简直可笑至极！八嘎，等裂开你撕开你的嘴巴，等到你华夏的国土被诸国瓜分的时候，希望你还能这么嚣张。有我华夏的诗词文明在，这一幕你永远都不可能看到。你这是在干什么？我知道你们华夏的丧葬文明很盛行，难道你知道自己必死无疑，提前为自己上香吗？这个阴谋是嫌我华夏丢人丢的还不够吗？丧葬文明虽然也是我华夏传承下来的文明之一，可根本不适合战斗。难道要让我们冲着樱花国的人跪下来哭哭啼啼的求饶吗？是啊，首长，不能再允许他这么胡闹下去。最后一战，我华夏纵然就是输，也要输得堂堂正正，不能沦为诸国的笑柄。我华夏5000年的文明到今日，难道真的就要彻底断绝了吗？樱木，你疯了不成？这等用来祭奠死人的晦气东西，你拿出来干什么？龙队长，谁告诉你，香只能用来祭奠的？除了祭奠死者，还能有什么用？家国大事，在容在祀，以香为媒介，可沟通我华夏历代先贤，以此为媒，降临人间。他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璀璨文明，所以请他们下来，才能发挥文明最大的战力。他说的有些道理，可是就算召唤出文明的缔造者，对于战斗又有什么帮助？别的国家文明演化出来的，可都是神明啊！是啊，就如同旧文明的缔造者杜康，请他下来又能如何呢？面对可以飞天遁地的神明，难道还能把他灌醉不成？哈哈哈哈！历代先贤降临人间，哈哈哈哈！真是可笑！你们华夏的文明都已经败了，就算把你们的先贤召唤出来，又能如何？再被我们打败一次吗？哈哈哈哈！我华夏文明历来温和，不喜斗争。尔等若有谦卑之心，自然能见识到我华夏的丝绸之美，达道之仪。但若狼子野心，我华夏也不缺可以斩神屠鬼的诗词之风。诗词？那是什么东西？该不会是你先编出来的吧？也配自称文明？一帮臆想出来的鬼怪，也敢妄议文明？哼，真是可笑！阴毛如血的年代，你们的百鬼可曾带来火种？是我华夏先祖燧人氏钻木取火，自此薪火文明传承至今。百病缠身之时，你们的上帝可曾赐下良药？是我华夏先祖神农氏以命尝百草，自此中医文明可救百姓于水火。而我刚才所说的诗词文明，更是5000年文化集大成者，一诗可开天地，一词可定乾坤。在此之风面前，你们口中所谓的百鬼、上帝、佛陀，才是一群毫无底蕴的垃圾。竟然侮辱神圣的上帝！杀了他！一定要杀了他！佛不可辱！樱花国，让自大的华夏知道我们文明的厉害！小子，看到了吗？
你现在随时都会死。你口中诗词文明的缔造者们又在哪里呢？哈哈，裂口女，给我杀了他！后辈子孙，有请我华夏诗仙谪仙人李太白现身。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成功了，他真的成功了！樱木口中的诗词文明是真的存在的。这就是华夏诗词文明的缔造者，可这不就是个人吗？人又如何与神明缔造的文明抗衡？不过是哗众取宠罢了。一个普通人，很快就会死在我硬化过的裂口女之下。这就是你所谓的诗词文明演化出来的人物，一个酒鬼！哈哈哈哈！尔等不懂诗词，见太白如井中蛙观天上月；若懂诗词，见太白则如一粒蜉蝣望青天。区区诗词文明，不堪一击！裂口女，给我杀了他！哼，你这点速度，在诗仙面前根本不值一提。十不杀一人，千里不留行。裂口女，你在干什么？快杀了他呀！啊！这怎么可能？裂口女是什么时候中招的？那个男人好恐怖啊！我根本就没有看清楚他的动作。难道华夏的诗词文明可以让凡人拥有可以斩杀神明的力量吗？刚才发生了什么？裂口女就这么死了？首长，没错，是樱木所召唤出来的这个人嘴里念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然后裂口女就死了。报告首长，我记录下来了，那人刚才念的是“十不杀一人，千里不留行”。十不杀一人，千里不留行。这就是我华夏自五代十国之后诞生的新文明吗？这就是樱木口中拥有诸鬼屠神之力的诗词之力吗？就算是当初希腊的奥林匹斯文明中速度之神赫尔墨斯降临的时候，都没有这般惊人的速度啊！是啊，首长，我这个年过半百的老头子，轻轻吟诵这10个字，不仅朗朗上口，甚至感觉体内都多了一股火热的力量。我华夏有救了！所有人听令，立刻成立特别行动小组，保护好樱木的所有个人信息，并且通知所有的历史专家，给我从所有遗留下的历史古籍中一页一页的翻，去找所有关于诗词的蛛丝马迹。这有可能才是我华夏真正意义上的文明传承。李白，华夏诗词文明代表人物，别称诗仙、青莲剑圣、太白仙人。代理人樱木召唤文明，判定有效，赐予神力。现在你还觉得我华夏的诗词文明不堪一击吗？不过让你侥幸了一句，你还真以为你能赢到最后吗？区区一介凡人，念几句稀奇古怪的字句，还妄想脱身？接下来就让你看看我樱花国的文明底蕴！出来吧，百鬼夜行！看到了吗？这才是我樱花国最大的文明传承。百鬼夜行，任何一个都是可以轻易屠戮你华夏的存在。现在跪下求饶，我还可以留你一条小命。天哪，这就是樱花国的百鬼夜行吗？好强大的威压呀！甚至不弱于我们老鹰国的7大天使长共同降临了。哼，百鬼夜行，比我们天竺国的3大佛祖还差一些。不过对付华夏一个凡人，绰绰有余了。华夏国的文明能死在我们樱花国伟大的百鬼夜行之下，是他们的荣幸。百鬼驱除，他们拿什么跟我们打？
本以为我华夏有救了，没想到樱花国竟然这么不要脸，直接召唤出了百鬼夜行。这可是樱花国最强大的文明演化出来的百鬼，这靠李白一个人怎么可能打得过？唉，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崭新的文明，结果马上就要被别人剥夺，难道真是天要绝我华夏吗？不，还有希望。樱木还没有认输，诗词文明是我们最后的希望。太白先生，外邦蛮夷以神鬼之力，欺我华夏文明孱弱，辱我国土，辱我国民，让我华夏以诗词之风助才气加身，唇枪舌剑可斩鬼屠神。在下有请太白先生再战唐宋之威，助来犯之敌。哼，一群丑陋的妖魔鬼怪而已。我华夏之诗词，精神力演化，一言可诛仙，一语可灭神。你尔等百鬼不过唇齿之间。为什么我樱花国的百鬼面对一个普通人会出现一丝恐惧？不可能，一定是我看错了。百鬼夜行，给我杀了他！一曲《将进酒》，送尔等孤魂野鬼上路。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天哪，这是什么东西啊？好可怕！这就是华夏国曾经消失的文明吗？这是连神明都不曾拥有的强大力量呀！假的，都是假的，都是华夏在虚张声势罢了。百鬼，给我上！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这就是我华夏诗词的力量吗？真是太厉害了！是啊，唇齿之间竟能引动天水，倒灌人间。纵然是那些所谓的神明，也不曾有这么强大的手段呢。是啊，我华夏有救了。这怎么可能？我伟大的樱花国百鬼怎么可能会输？好，太好了！狗日的樱花国，你们在狂啊！太白先生，干翻他们！送这帮樱花孩子回老家！人生得意须太白先生，您怎么了？诗词文明在华夏被遗忘太久了，没有文明传承下来的记忆，仅擂台演化的神力不足以支撑我诗词之中的力量。哈哈哈哈！我还以为你们华夏的诗词文明有多厉害，不过也就是昙花一现的漂亮小丑而已。樱花国百鬼，给我杀了他们！可恶，眼看就要赢了，难道真是天要绝我华夏吗？妈妈，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原来是这样，诸位同胞，樱花国的百鬼文明，人人皆知。他们的力量，大部分来自于百姓的记忆与供奉，而我华夏诗词被遗忘了1000年，此刻如无根之萍，摇摇欲坠。在下樱木，有请诸位同胞与我一起附送，赞扬我华夏诗词之威。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去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为君一饮300杯。程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终不赚玉不醉，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成王昔时宴平乐，斗酒时间自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将君不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樱花国失败，百鬼文明剥离，樱花国国运削减5成。输了。华夏国国运增加5成。等等，我脑袋中好像记起些什么东西啊！李白、诗词，怎么感觉有种熟悉感啊？何人还敢再来挑战我华夏文明？樱花国竟然这么轻易的就败了，真是没用！华夏国运上涨，对我们老鹰国就是巨大威胁，我们绝对不能坐视不理。没错，文明擂台是我们唯一能够瓜分华夏的机会，绝对不能错过这唯一的机会。我老鹰国的天使文明已经是屠灭了7个小国的强大文明，区区华夏必败无疑。爱丽丝，下一场战斗就交给你了。天使的圣光将惩罚每一个不敬上帝的艺术。太好了，是爱丽丝，她可是我们老鹰国最伟大的天使文明的代理人呐！爱丽丝，让华夏的小子尝尝我们7大天使长的厉害。华夏小子，在我老鹰国的文明面前，你毫无胜算。现在认输，我还能给你们华夏留点体面。一个区区连300年历史都没有的国家，也配在我华夏面前妄谈文明，真是可笑。无礼的小子！天使文明可是世界公认的4大神级文明之一，我们可不是樱花国那孱弱的百鬼文明可以比较的。无所谓，不管是什么，在我华夏文明面前都是垃圾。哼，你会为你的狂傲付出应有的代价。光翼划破苍穹，圣枪贯穿寰宇，七曜之轮逆转时空，天堂之门为吾洞开。伟大的天使长啊，请聆听你最虔诚的信徒的召唤吧。出来吧，米迦勒、雷米尔、加百列、拉斐尔、沙利叶、拉贵尔、乌列尔。爱丽丝将7大天使长都换来了，华夏国这次死定了！好惊人的威压啊！老鹰国的天使文明，不愧是4大神级文明中攻击力最强的一个，果然可怕。就算华夏侥幸赢了一局又如何？老鹰国的天使文明唤醒的可是高高在上的神明。在绝对的力量和位格面前，人终究是人，绝对逆不了神。7大天使长竟然全部出来了，老鹰国这是要置我华夏于死地呀！相信樱木，相信我们自己的文明，绝对不会弱于任何一个国家。纵然你们华夏文明凭借口舌之风可以换来天水倒灌，但在天使长剑之下，任何挡在我们面前的敌人都将无坚不摧，无物不破。无坚不摧，呵呵，吹牛也不怕闪了舌头。太白先生，您先休息，我再请一位您的故友前来迎敌。若是子美出手，天下之间何人可破其防？太白去也！樱木再请我华夏诗圣杜甫现身。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小子樱木见过子美先生。老朽有礼了。你华夏是没人了吗？竟然派一个糟老头子前来送死，真是可笑。爱丽丝，弄死他们，给我们樱花国报仇！你们说华夏国的老头能挡得住天使长大人几招？我才最多1招。哼，萤火之光，安敢与皓月争辉？
天使不过是一些长着翅膀的鸟人罢了。放肆！竟然还敢羞辱我们国家伟大的天使长大人！好，爱丽丝，何必与一群蝼蚁争执？不尊上帝的异教徒，自当得到光明的圣裁。杀你，须一剑。杜甫，华夏诗词文明代表人物，字子美，华夏诗圣，代理人樱木召唤文明，判定有效，赐予神力。代宗福如何？齐鲁清未了。上帝啊！我看到了什么？米迦勒大人的光明长剑竟然碎了！米迦勒大人可是7大天使长之首，曾经在文明擂台上一人就覆灭了一个国家的文明啊！这不可能！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以蝼蚁之力撼山岳之威，神明？哼，无知的跳梁小丑罢了。狂妄！7大天使长一起上，斩杀这个异教徒！雷霆之力，火焰之力，寒冰之力，黄沙之力，天空之力，大地之力，光明之力。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哪尼？是7大天使长啊！我是一招秒杀，华夏国诗词文明招来的都是一些什么怪物啊？这就是我华夏消失的文明所展现出来的战力吗？简直太强大了！老大，刚才这句话我好像在哪里见到过。什么？见到过？在哪儿？我去泰山登山的时候，在山顶的石刻上见到过这句话。所以，我们华夏的诗词文明并非是消失，而是被遗忘了。好，我们知道了。龙战，你这个消息对我们十分重要。查到了，泰山上的石刻中，确实记载了杜甫先生刚才念的那2句诗。不仅如此，其余石刻的文字载体与其都大致相同。专家推算，这些就是曾经被我们遗忘的诗词文明。立刻让专家组以此文学载体查抄全国古籍，并且第一时间全国推广。刚才李白先生已经向我们证明，诗词只有被越来越多的人记忆和传承，才能发挥出最大的战力。这场文明擂台，我华夏全国一体，全力以赴。是。啊！我承认小看了你们华夏的文明，但你以为你们就赢定了吗？哼！愿以无知灵魂献祭伟大的上帝，愿您从永恒的神国降临凡间，以圣光洗涤污秽，以神罚降临凡间。此刻便是神罚之时。上帝，我们伟大的上帝终于出现了！老英国竟然将上帝都召唤出来了，看来他们这次是真生气了。华夏连掌了老英国7位天使长，国运大涨，老英国当然坐不住了。这样也好，华夏对我们的威胁太大，必须要将他们先踢出局。这就是我们老英国天使文明最终的力量，拥有神王战力的上帝。森美先生，能搞定吗？无妨，区神王而已。我华夏5000年，从来不缺的就是神。荡胸生层云，决自主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你们华夏的诗词文明再厉害，
演化出来的也不过是凡人，以凡人之躯，如何对抗神明？这天下间可不止你们的天使文明能够换神，不敬光明者，当受圣裁。身体要碎了，我就知道，没有人是我们伟大上帝的对手。不愧是神级文明，果然厉害！华夏国终于要完了！何人在本君道场打扰本君清修？神王，一尊为世不弱于上帝的神王，竟然是神！我们华夏的诗词文明，竟然也能换神！而且是泰山府君呐！我华夏神话中那位掌管生死的冥界主宰呀，若论神格，丝毫不弱于西方的上帝呀！原来这才是我华夏诗词的真面目啊！虽无事无形，但一言可掩万物，一语可换神明。天地之间，凡有所想，皆在笔锋唇舌之间。好，好啊！哈哈哈哈哈！您可是全知全能的上帝呀，难道还会惧怕一尊小小的华夏神明吗？不可能，我不相信！泰山为本君道场所在，此时引动泰山共鸣，自可换本尊真身降临。而如以灵魂为祭，所召不过是一缕分身，如何能与本君抗衡？你什么意思？同样是文明演化出来的神明，为什么华夏国的这么强大，我们的却不堪一击？很简单，你们国家的文明太低级了。你，我不要死！恭送泰山府君，恭送子美先生。老鹰国失败，天使文明剖离，老鹰国国运削减50%，华夏国国力增加50%。哈哈哈哈哈哈！连赢了2场，战胜的还都是最强大的文明。咱们华夏之前损失的国运不仅全回来了，甚至还涨了不少啊！是啊，这都多亏了樱木觉醒出我们遗忘的诗词文明。传我命令，樱木文武双全，八斗之才，1万天清之功，当封国士无双。复议，复议。连战2场，想必樱木也耗尽了心神。如今我华夏已经没有了淘汰的危险，让龙战告诉他可以休息一下了。我们要为他举办盛大的庆功宴。我马上去安排。连战2场，樱木可以休息一下。樱木，文明擂台今天对我们华夏的匹配场次已经结束了，你可以休息了。我已经连胜了2场，华夏的成绩从最开始的灭国危机，到现在的世界第5，没有了淘汰的危机，稍微休息一下也好。那我们就想一走了之吗？哪有那么容易的事情？连续演化了2次如此强大的文明人物，他一定不可能再有力量继续战斗了。诸位，趁着华夏的文明代理人最虚弱的时候，彻底打败他们。你们看，他要走了，一定是怕了，他没有力量再继续参加战斗了。神力演化对文明的成熟度要求极高，现在华夏的代理人肯定无比虚弱，此刻是吞并华夏最好的机会。哼，如此恐怖的文明，华夏国能连续演化出2个，绝对是他们能拿得出手的极限。华夏不可能再有第3个这样的人物，可惜我国没有善于战斗的文明，否则一
定不会放过华夏国。没错，现在的华夏正处于最虚弱的时候，不管谁出手，都可以得到华夏之前积累的所有国运，一跃成为文明擂台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可是华夏国已经参加了2次战斗，按照规定，他们今日的对决次数已经结束了。我天竺国在之前的对决中获得了一张挑战卡，只要使用，被选中的国家必须无条件答应挑战。太好了，任他病要他命，华夏这次死定了。多么好的机会啊！可惜不属于我凯旋国。哼，华夏想崛起，简直就是痴心妄想。就让我们天竺国高高在上的诸佛终结华夏文明，开启挑战卡。天竺国使用挑战卡成功，挑战国家华夏。主动挑战我吗？呵呵，事情越来越有意思了。天竺国想干什么？趁人之危，小人行为。首长，我提议立刻向天竺国发起抗议。没错，樱木连续2场战斗，一定消耗极大，他是我们华夏最后的希望，绝对不能有任何闪失。立刻联系天竺国，抗议他们此次的行为。你们华夏真是太天真了，这里是文明擂台，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你们华夏占据这个世界的文明太久了，也是时候退出历史的舞台了。各位，华夏的负责人打电话抗议了，他们竟然还天真的想祈求到我们的怜悯。这更加证明之前的2场胜利就已经是华夏的极限了。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趁他病要他的命。放心吧，我们天竺国的文明代理人沙魔与诸佛的契合度高达80%以上，只要他出手，覆灭区区华夏不过弹指之间。沙魔，下一场对决就交给你了，千万不要让我们失望。请您放心，不敬诸佛者，当入无间地狱忏悔。首长，天竺国拒绝了我们的抗议。他们怎么敢如此欺辱我华夏呀？首长，当务之急只有一个办法，牺牲我们1半的国运，可以获得下一场对决的豁免权。他是我们华夏最后的希望，绝对不允许有任何闪失。沟通文明擂台，我华夏愿意牺牲1半的国运，豁免华夏应战。啊？什么？他疯了不成？难道他不知道，连续演化文明神迹与文明的强大和传承有直接关系？现在诗词文明刚刚被发掘，樱木还有能力继续演化更强大的文明吗？樱木这样做肯定有他自己的想法，我们要做的就是无条件的支持他所有的选择。真是自大的华夏人，哼！侥幸战胜了我们樱花国的百鬼文明和老鹰国的天使文明，难道他们还认为能够继续战胜天竺国的文明吗？我们天竺国的佛文明延续了几千年，也是公认的世界4大神级文明之一。敢与我们对战，华夏这次绝对死定了。没错，文明召唤也不是随随便便的。之前那2位诗人，一定是华夏诗词文明中最强大的2个人。我就不信，华夏还有能力演化出第3位神明战力啊！华夏人，你做了一个最错误的选择，与伟大的诸佛作对，你们毫无胜算。哼，一群道貌岸然的和尚，用花言巧语欺骗芸芸众生，也配称之为佛？放肆！竟敢对我佛不敬！你以为你们华夏还能召唤出神王级别的战力吗？是什么给你的错觉，让你们觉得我华夏的诗词文明只有李白、杜甫2位诗人？我天竺国的佛文明延续上千年，也唯有3大佛祖达到了神王的级别。你们华夏的诗词文明能够诞生出2位神王级别，已经是难能可贵。难不成你们华夏的诗词中还能演化出第3位神王战力？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弟子沙魔恭请如来世尊降临。
这就是天竺国的现在佛吗？如此庄严肃穆的法相，真是令人震惊啊！虽然天竺国嘴上嚣张，但也不敢大意，直接演化出3大佛祖之一的现在佛，如此威压，已经不输于天使文明演化出来的上帝。现在佛也是神王级别的，那樱木还能演化出李白、杜甫那种级别的战力吗？夏虫不可语冰，井蛙不可语海。我华夏诗人，人人皆是诗仙诗圣。我华夏诗词文明，可不仅仅只有以笔为风的唐诗，更有金戈铁马的宋词。后辈小子殷木，有请稼轩居士、周闵公辛弃疾、新将军林氏。辛弃疾，华夏诗词文明代表人物，字幼安，别称词中飞将，曾亲率50人于万人军中生擒敌手，官拜大将军，被誉为最能打的文人。代理人殷木召唤文明，判定有效，赐予神力。出现了，真的出现了！看他身上的气势，完全不输于李杜啊！亲率50人，就能于万人军中生擒敌将，最能打的文人。这每一个字，都代表着这绝对是一个战斗力更加强悍的人物。樱木果然没让我们失望，得此国士是我华夏之福。他竟然真的成功了！这到底是什么可怕的文明？竟然真的演化出了第3位神王级别的人物！后世小子殷木见过稼轩居士。好小子，有眼光，知道请我下来帮忙。此间的事情，太白与姊妹已经与我们诉说，我华夏上万名诗人词人皆已蠢蠢欲动。比文明底蕴，我华夏的诗词从未怕过任何人。上万名华夏的诗词文明，已经演化出来3位神王级别的人物了。难道能够创造出如此战力的诗人，在华夏足足有上万人吗？华夏若真有如此庞大的文明能力，那战力已经不弱于世界4大神级文明。若论底蕴，恐怕只有奥林匹斯文明和阿斯加德文明可以媲美。不，就算是奥林匹斯和阿斯加德的众神加在一起，也绝对没有上万之多。神王，又是一尊神王级别的战力！哈哈哈哈！诗词文明，这才是我华夏真正的文明传承啊！上万人，这是真的吗？我们曾经真的拥有过如此璀璨的文明吗？首长，查到了，古代十国之后遗失的朝代，终于找到了。专家们在一些历史古籍中找到了叫唐宋的2个朝代，而唐宋2朝最出名的文明就是诗与词。据文献记载，这2个朝代皆是盛世，他们崇尚诗词，人人皆是笔墨如龙。人人笔墨如龙？难道如太白先生如此精彩绝艳般的人物，真的有上万人吗？首长，太白先生号称诗仙，达到了诗词的最大高度。但我们专家陆陆续续从各种文献中发现出来的诗词，凡是有名有姓的，已经不低于上万首了。天佑我华夏，天佑我华夏！对了，这位辛弃疾可有记载？有，我们查到了关于辛弃疾的一些描述。这是宋词代表人物之一，词风以豪迈著称。现在已经查到辛弃疾不下于30首存世的诗词了。太好了！按照文明传承的规定，凡是该文明被记录的越多越详细，那经过神力演化出来的战力就越强大。现在完全可以确定，辛弃疾的战力绝对不弱于太白先生。你我就且看这词中之龙如何屠神灭佛。大胆！见我佛如来为何不跪？佛？佛算什么东西？我华夏3武一宗灭佛之时，尔等天竺小国还在我华夏不毛之地苟延残喘。放肆！胆敢辱我佛如来，当堕入阿鼻地狱，受90轮回之罚。要老子入阿鼻地狱，
你问问他，他敢吗？什么情况？天竺的佛祖脾气这么好吗？现在还不出手？我为什么感觉到天竺的现在佛在害怕？如此惊人的威压，竟然在畏惧一个人类！胡说八道！我佛如来可是我们天竺的3大佛祖之一，怎么可能会害怕华夏一个小小的诗人？弟子沙魔以血为引，请我佛如来降下金刚怒目，将此人永镇阿鼻地狱。区一个外邦僧人，嘿，驾！也敢镇压本将军，给老子破！完了，全完了！不要啊！佛祖果然法力无边。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冥王金刚不坏。我天竺的佛文明乃是世界4大神级文明当中防御力最强大的文明，你的攻击根本破不了我佛如来的金光防御。哼，不过是套了一层王八壳子而已。还真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一剑不行，那就来千剑万剑。壮岁旌旗拥万夫，金蝉突骑渡江出。燕兵夜绰银葫芦，汉剑朝飞金仆姑。追往事，探今无。春风不染白丝须，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树。哼！啊！尔等蛮夷小国，还有谁想上来受死？败了，如同我们的上帝一般，依旧被一招打败了。华夏诗词文明到底产出了一群什么样可怕的怪物呀？不可能，这不可能！华夏怎么可能拥有这么强大的文明战力？这已经不是擂台对决，而是毫无悬念的碾压！哈哈哈，真不愧是号称最能打的文人，金将军的性格，老子喜欢。我们天竺国的佛祖可是号称防御无敌啊！就连奥林匹斯那位雷霆之主的长枪都能抵挡，怎么可能会败给一个小小的人类？沙魔，你到底在干什么？要是战败，你就是我天竺国的罪人！我天竺败不了。弟子沙魔，愿以身属阿鼻地狱，恭请过去未来佛祖降临。是你杀了我教的现在佛，是你杀了我教的现在佛。哼，是老子又如何？阿弥陀佛，不敬佛祖者，当早入极乐。哈哈哈哈哈！就凭你们两个臭和尚，也敢引老子早入极乐？我呸！尔等已入魔道，当入我佛国净化。比人多？呵呵，那老子就陪你玩玩。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800里分麾下炙，50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举头西北浮云，1天万里须长剑。人言此地夜深常见斗牛光焰。哼，掌中佛国落。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袁家草草，风狼居胥，赢得仓皇北过。43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哈哈，儿郎们，跟老子冲！呀！杀！死！呀！给老子破！头领，拿命来！未来，救我！2打1，以为就你们会叫帮手吗？太白，还不出手？骏马似风飙，鸣鞭出渭桥。弯弓辞汉岳，插羽破天骄。这怎么可能？未来竟然被一剑秒杀了！你还是先关心关心你自己吧。不可能！刚才那人是谁？我大汉冠军侯霍去病。什么？他根本就不属于你们华夏诗词文明的人！作弊！你们这是作弊！哼！我名辛弃疾，他名霍去病，我2人前世今生本就为一人，何来作弊一说？我不要入地狱！3大佛祖都死了？不，我不信！这可是我们天竺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佛祖啊，怎么可能就这么死了？这种熟悉的感觉，打败我们国家的上帝一模一样。这种完全碾压的对决，还有必要继续吗？想要打败华夏的诗词文明，恐怕只有那2位出手了。什么？让他们出手？你疯了不成？阿斯加德文明中那些高高在上的神，都拥有远超神王的力量。一旦祈求他们降临，我的国家将要付出巨大的代价。那现在还有别的办法吗？唯有北欧和希腊的神话文明出手，才有打败华夏的希望。别忘了，诗词文明没出现之前，我们联手可是把华夏差点打到灭国。如果他们拥有了神王级别的力量，能轻易放过我们吗？不知道你们注意到了没有？刚才天上的那个声音，辛弃疾喊的太白，难道是之前战胜你们樱花国百鬼文明的李太白？没错，就是他的声音。你想说什么？我们的文明代理人所代理的是一整个文明下所有诞生的产物，如我们国家的大日河，它可以将百鬼文明下的所有鬼都演化出来。而华夏代理诗词文明的樱木，每一次他都只能演化出来1个人。可就在刚刚和天竺国的战斗中，他叫来了帮手。我们不知道华夏的诗词文明到底可以演化出多少像李白、辛弃疾这样的战力，但如果等到他可以熟练运用自己的文明力量，可以无限演化所有的诗词，那对我们来说将是一场毁天灭地的灾难。赢了，又赢了！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哈哈，我太喜欢这句话了。
多谢稼轩居士。小子，诗词文明被遗忘了千年，可你好像对我们很了解啊。前有李杜诗篇传天下，后有苏辛之名万古流。这独属于我华夏的文明，小子不会忘，也不敢忘。小子，我喜欢你。不过听你这意思，下一个要出场的是苏东坡那个浪子喽。东坡先生豪放不羁，诗词中虽以风花雪月为多，但风花可赏景，亦可退敌。说得好，苏东坡那个家伙要是听到，一定会请你吃上一大碗红烧肉的。天竺国失败，佛文明剥离，天竺国国运削减5成，华夏国国力增加5成。我感到我浑身充满了力量。这就是在文明擂台获胜之后的奖励吗？真是太美妙了。我的病也好了，已经确诊还有3个月寿命的我，感觉自己还能再活10年。该死，这都是属于我们国家的国运。华夏，你个无耻的窃取者！擂台排名综合更新。不，我们老英国可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我不能接受这个排名。我们国家的百鬼文明都被剥离了，还有什么能够与华夏竞争？以华夏目前所展现出来的战力，其余国家的文明根本就没有能与之一战的可能，也唯有拥有一整个文明神国的阿斯加德和奥林匹斯，才有打败他们的可能。没错，不管是天竺国的3大佛祖，还是老鹰国的上帝，都是神王级别的，而阿斯加德的奥丁和奥林匹斯的宙斯都是主神级别的。纵使华夏再演化出神王战力，但是在主神面前都不堪一击。快看，他就是北欧阿斯加德文明的代理人库尔。难道库尔要亲自下场了吗？看来华夏的强大已经让他们感到危机了。樱木这小子果然没让人失望，连续演化出3位神王战力的文明，也唯有我华夏才拥有如此底蕴啊！没错，樱木是我华夏当之无愧的第1功臣，挑战卡极为稀有，也只有天竺国手中有这么1张。现在可以把樱木召回来，好好犒劳犒劳了。都打完了，这小子怎么还不走？还一直看着排名表干什么？他该不会还没打够吧？我华夏人做事，要不不做，要做就做到最好。第3名怎么越看越不舒服呢？我劝你最好知足离开。第3名已经是你们华夏能够做到的极限，前2名唯有真正的神级文明才有资格涉猎其中，而你们华夏还不配。看来你对你们国家的文明很自信。高高在上的阿斯加德拥有一整个完美的神国，他所演化出来的文明强大，你根本无法想象。现在离开将是你这一生做出的最正确的决定。哈哈，你们北欧国都是像你这样狂妄自大的傻子吗？混蛋，你在说什么？据我华夏历史记载，大商太师文仲曾北海讨贼，陆玉因蛮邦小国举手灭之。从此之后，文太师多了一只眼，而你们的主神奥丁却少了一只眼。你说巧不巧？奥丁大人是我们文明的支柱，你敢侮辱他？一群龟缩在极寒之地的手下败将，还不配让我侮辱。既然你们这么着急葬送你们的文明，那我就成全你们。擂台，请问我还可以继续挑战吗？作为获胜方，您有继续挑战的权利，对方也有同意或者拒绝的权利。他疯了吗？竟然还想要继续挑战？华夏的文明代理人已经连续演化出3位神王级别的战力了，难道他们还有底牌？天哪，我们到底招惹了什么样的存在啊？华夏已经被神力冲昏了头脑，面对拥有整个神国文明的前2名，华夏绝无取胜的可能。打吧打吧，都打起来吧！最后2败俱伤，我棒子国的排名还能往前一点。你要主动挑战我？怎么不敢了吗？是怕你们主神奥丁的另一只眼睛也保不住了吗？哈哈哈哈哈！快答应他，让狂傲的华夏人瞧瞧我们阿斯加德的厉害！主神的
威能，你们华夏根本无法想象。好，既然你着急找死，那我就成全你。北欧阿斯加德文明应战。乖乖离开擂台，保住现在的排名，本应该是对你最好的选择。可惜，胜利蒙蔽了你的眼睛，让你做出了错误的选择。哈哈，我华夏做了5000年的世界第一，文明对决，我华夏更是一骑绝尘的存在。让我安于第3，就算我答应，我背后的那些文人墨客们也不可能答应。既然如此，那只好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做来自主神的绝望。以3重戒狱为引，灵魂为器，炼立9域漏斗之渊，登临7阶炼狱之巅，触摸9天圣境之辉，神曲的谱写者，罪与罚的仲裁者，阿斯加德的王，奥丁，阿利吉耶里，降临吧！啊，这就是奥丁，阿斯加德文明的缔造者，拥有至王神座的主神。这种威压，这种气势，简直令人颤抖。我根本无法想象，这场对决，华夏拿什么赢？看到了没有？这就是我们北欧文明的主神，战无不胜的奥丁。库尔，这等卑微的蝼蚁也配让主人亲自动手？莫非你想试试地狱之火的滋味？奥丁大人，我无意冒犯您的权威，只是眼前的华夏国文明代理人已经连续演化了3位神王级别的战力，绝对是值得您亲自出手的强敌啊！哦，能够演化出3位神王战力的文明，倒是有点意思。樱木小子，此战让我来。青照妹子，樱木已经早早决定了要选我，你一个女子还是安心观战吧。哼，苏东坡，你是看不起女子吗？不然你先试试我的词锋利锋。不是吧？这2位怎么还吵起来了？我到底要演化谁啊？华夏的代理人，这已经是你的极限了吧？不过也对，在这文明擂台上，还从来就没有一个文明能够连续演化出4位神王级别的战力。不到神王，在伟大的主神奥丁面前，都是不堪一击的蝼蚁。哈哈哈哈哈哈！华夏国的代理人面对我们伟大的主神奥丁都吓傻了。哼，愚蠢又自大的华夏人，第3名的成绩还不满足，非要挑战高高在上的阿斯加德文明的强大，真是活该。没有了诗词文明，华夏还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战力？最终依旧逃脱不了被瓜分的命运。卑微的虫子，你的文明似乎不敢面对主人的强大。既然如此，那你也没有继续站在这里的必要。樱木，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手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苏轼，华夏诗词文明代表人物，字子瞻，号东坡居士，词中之先。代理人樱木召唤文明，判定有效，赐予神力。欧氏小子，你这里有没有东坡肉啊？东坡先生，不仅有东坡肉，只要您想吃，8大菜系各位顶尖名厨都随时为您服务。哈哈哈哈，好啊！不枉我刚才来的时候跟青照妹子说尽了好话，才抢下来这个名额。哈哈哈哈哈哈！这是华夏演化出来的第4个神王级战力文明，怎么看起来有些不靠谱的样子啊？
这就是个吃货，华夏一定是没有人了吧？你们听到擂台刚才的描述了吗？词中之仙呢？之前能够被称之为仙的，还是那位一剑荡平整个樱花国百鬼文明的李太白吧？查到这位苏先生的信息了吗？是否真的如同擂台所说，是一位可以比肩太白先生的神王级战力？查到了。如何？是不是有很多传世的诗词？没错，苏轼是一名伟大的田园派诗人，只不过相比他的文采，他更出名的是他的厨艺。咱们现在常吃的红烧肉，就是苏轼先生发明的。什么？他还是个厨子？喂，赶紧打，别耽误我去吃东坡肉。放肆！卑微的蝼蚁，是谁给你的资格，敢与伟大的主神如此对话？无一手开创阿斯加德文明，主宰神国至高王座，对付你都不用吾亲自动手。出来吧，我的宠物巨狼芬里尔。这就是阿斯加德文明中号称灭世的3大魔兽之一的巨狼芬里尔。随手召唤的都是神王级别的战力啊！这就是拥有一整个完整神国的阿斯加德文明的底蕴吗？好厉害呀！不可匹敌的主神奥丁啊！华夏这次输定了。蝼蚁，跪下，献上你的灵魂，吾可以考虑饶你一条性命。糖不好吃，还是猪肉做的东坡肉味道绝美啊！找死！芬里尔，吞了他！老夫疗法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听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委婉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你说你召唤神不好，非要召唤狼，哎。这就是你说的那个厨子？巨狼芬里尔被一箭射死了。这是华夏秒杀的第几个神王了？为什么高高在上的神王，在华夏文明的手中这么不堪一击？我不相信！难道华夏的诗词文明比拥有一整个神国的阿斯加德文明还要强大吗？很好，卑微的蝼蚁，你成功地激怒了吾的怒火。伟大的阿斯加德之王不容亵渎，华夏国要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索尔，降下神罚吧！不好，他们要伤害我华夏的平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神王的攻击就这么被拦下了。索尔，消灭这个亵渎者！不好！这就是阿斯加德文明的第一战神雷神索尔，真是太厉害了！厉
雷神索尔，所向无敌！欺负一个文弱书生算什么本事？老娘来陪你打！文明擂台，赋予我神力！李清照，华夏诗词文明代表人物，号易安居士，被誉为千古第一才女。代理人樱木召唤文明，判定有效，赐予神力。生当做神劫，此意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西楚霸王，灭了他！呀！这个男人到底是谁？竟然连阿斯加德无人匹敌的雷神索尔都不是他的对手！魔鬼，华夏召唤出来的肯定是一个魔鬼！霸王，竟然是西楚霸王！乌骓马，霸王枪，这就是我华夏千古第一猛将，霸王项羽。一诗一词，可演化天地万物。不愧是我华夏最璀璨的诗词文明啊！清照妹子，多谢你了。哼，差点就让所有华夏人都跟着你一起丢人，你可真没用。哎，刚才就是个意外，我没准备好。清照妹子，别生气了，等会儿我请你吃东坡肉。樱木小友刚才跟我说，这个时代的厨子做菜都很厉害呢。蝼蚁们，聊完了吗？如果聊完了，那就准备受死吧。这是冈格尼尔长枪，主神奥丁的专属神器。奥丁生气了，华夏国要遭受天谴了。华夏现在该要恐惧了吧？手持神器的主神怒火，可不是2个神王可以抵抗的。神器，就跟谁没有似的。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不就是神器吗？我也有。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神器，这2件竟然都是神器！这不可能！华夏国的文明怎么可能随便就凝聚出神器啊？难道神器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大白菜吗？哼，吾承认刚才有些小瞧了你们，但是神王毕竟是神王，在伟大的主神面前，依旧是不堪一击的蝼蚁。冈格尼尔，壁中灌杀！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天上星河转，人间木莲垂。至高王座，神之守护。大江东去浪淘尽，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天阶云涛连小雾，星河欲转千帆舞，9万里风鹏正局。
不，我不相信，这可是我们阿斯加德的主神，一个完整神国的王啊，就这么死了？这就是华夏文明神王级战力的实力吗？竟然连主神都不是对手，那还有谁能够阻挡他们胜利的步伐？我现在都有些后悔跟华夏作对了，一连召唤出5位神王级的战力文明，甚至还击杀了主神奥丁，这就是拥有几千年底蕴的文明吗？不可能！主神，哼，不过如此。本以为是个旗鼓相当的对手，没想到连一招半式都扛不住，没意思，真是没意思。之前就听太白他们说，这里的文明都是一些外强中干的家伙，如今一看，果然所言非虚。樱木小子，没听出来我青招妹子的意思吗？这些对手太弱了，打得不过瘾。东坡先生，这可不是我能决定的。这些外邦国家的文明，长则2、3千年，短则几百年，又能诞生出什么厉害的文明呢？说得不错，我等身穿绫罗绸缎，饮酒作诗的时候，这群外邦人还穿着兽皮，吃着生肉呢。你们听到华夏人在说什么了吗？我们还要继续忍受下去吗？可是华夏国的文明战力确实可怕，连主神级别的奥丁都不是对手，我们又能怎么办？北欧国失败，阿斯加德文明偷离，北欧国国运削减50%，华夏国国力增加50%。真的好厉害啊！连奥丁这种级别的主神都能碾压，这战力简直无敌啊！队长，我们赢了，我们华夏现在排名第2，你说我们有没有可能？很难。自从文明擂台出现以来，奥林匹斯文明就从来没有败过。他们不仅拥有12位主神，更拥有庞大的神明军团。而且，奥林匹斯文明的3位主神分别执掌天空、海洋和冥界，这目前当之无愧的世界第1文明。又是一模一样的结局，每一个文明都在华夏手中成为一场，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同样都是神王级别的文明战力，我们国家的文明与华夏相比，就如同婴儿与成人的区别一样。难道就眼睁睁地看着华夏崛起，成为世界第1，凌驾在我们所有人的头上吗？哼，如果华夏适可而止，我希腊国倒不介意第2名是谁。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在这个房间里，除了我之外，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如今的华夏，不管是在科技还是经济上，已经都是世界第1。如果在文明擂台上要眉头，就算只剩下你们希腊一国，你们又能获得多少好处？没错，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绝对不能放任华夏崛起。华夏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如果你们希腊愿意出手瓜分华夏的时候，我樱花国愿意将自己的那一份让给你们希腊。你们说的也有道理，好吧，希腊国同意出手。石明，下一场对决上。虽然华夏确实有些本事，但与我们之间依旧有一道不可逾越的距离。现在就把众神请出来，是不是有些小题大做了？华夏有句古话，狮子搏兔，尚需全力。华夏的强大已经在刚才的战斗中向我们证明，对付他们，就绝不能再有所保留。所以，我决定，这场对决与华夏开启灭国神战。灭国神战，完全不需要考虑神力消耗，可以将北国所有人民全部氧化，并且
出于100%的战斗力。没错，一旦开启灭国神战，败者的代价就是国家所有的土地、文明、历史都归圣方所有，物理意义上的完全灭国。没错，华夏是一个讲究有仇必报的国家。对付这样的对手，既然选择出手，就要直接将他们消灭干净。普通的敌人已经提不起奥林匹斯众神的兴趣了，但如果灭掉一个拥有5000年文明的古国，一定会让众神兴奋的。石迷，老大，华夏国是很厉害的，在伟大的奥林匹斯文明面前，任何敌人都将是不堪一击的弱者。出现了！文明擂台有史以来最强的文明代理人，奥林匹斯文明的持有者石迷。哇，希腊国的文明代理人真的好帅啊！哼，看来希腊国终于意识到华夏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开始亲自出手了。华夏文明代理人，我承认，你能走到今天这一步，甚至连北欧国的阿斯加德文明都不是对手，确实有几分本事。但遇到我，你的幸运也就到此为止了。伟大的奥林匹斯文明是不可战胜的。哼，狂妄自大。他们上场之前也与你一样嚣张，可结果就是文明被剥夺，国运成为稳。在这个擂台上，我华夏国的文明是永远不可能被打败的。你们华夏的文明强大，那是因为之前面对的对手都太弱了，而我代理的奥林匹斯文明是拥有3位主神、9位神王的伟大存在。三位主神，9位神王，这是真的吗？我们凯旋国所有的文明加起来，也诞生不了2位神王啊！希腊国加油，给华夏国一点颜色看看！哼，华夏国的代理人，你要为你的愚蠢和嚣张付出惨痛的代价。希腊国文明代理人石米，哼，申请对华夏国开启灭国神战。挑战有效，灭国神战开启。该怎么打就怎么赢。你们说的没错，我华夏如履薄冰到今天这个成绩，容不得任何闪失。告诉樱木，此战虽然投降，
他依旧是我华夏当之无愧的第一功臣。啊，首长，您说什么？我们好不容易走到今天这一步，怎么能……龙队长，这是指挥室开会商量后的结果，请执行命令。是。一木，指挥室来电，这一场对决，我们投降。看到了吗？你们华夏的高层都认为你必输无疑，你还在坚持什么？华夏国是懂得看清形势的，虽然投降的代价很大，但比起灭国来说，还是要好的很多。真是可惜了，我还以为能看到华夏被瓜分的场景呢。龙队长，指挥室的人是怕我输吗？没错，指挥室的专家们经过综合考虑，我们的胜率不足1%，所以建议先投降，保存实力。投降保存实力？哈哈，我华夏几千年以来，面对群狼环伺，永远都是一步步在前进，从未后退过半步。因为无数次血淋淋的历史告诉我们，只要敢退一步，那些敌人不会给我们任何怜悯，只会变本加厉地扑上来，将我们撕碎。麻烦转告作战指挥室，这一战我不会投降。华夏的文明代理人，代表的亦是华夏几千年那根永不可弯的傲骨。宁可雨中高歌死，不可寄人篱下活。我殷木愿死战。死战！死战！这，我也真是老糊涂了。樱木没出现之前，我华夏也已经到了濒临灭国的边缘。是他的出现，拯救了华夏。现在，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相信他？还能再创造一个奇迹呢？告诉樱木，不要有任何顾虑，放手一战。真是愚蠢的华夏人啊！明明投降就可以活下去，偏偏要自找死路。你怎么就这么确认，死的就一定是我呢？看来你是不懂奥林匹斯文明的强大，更不懂无限神力演化下诸神的威力。以奥林匹斯永恒不灭的圣火为引，信徒向诸神献上最虔诚的信仰。诸神的文明光耀世间的每一个角落，击敌每一个愚昧的灵魂。高高在上的奥林匹斯，降临人间吧！这就是奥林匹斯12诸神的实力吗？仅仅是坐在那里，我的灵魂就感到颤抖。强大的力量，足以让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文明都臣服在他的脚下，华夏也不例外。多么令人陶醉的力量啊！解除神力限制，我就拥有了。俄莫推尔，大地之怒，千山鸟飞绝，万姓人宗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什么？奥林匹斯诸神？哼！不堪一击！你不要得意，我就不信你还能演化出多少神王级别的战力。神速偷袭，偷天换日，信使之神赫尔墨斯，神速偷袭，明赤星驰风宝剑，此君一夜取楼兰。月影猎杀，一剑封喉，狩猎与月之女神阿尔忒弥斯。一剑封喉，临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
名徐白羽，没入虚棱中。狂战乱舞，无界征伐，战神之神阿瑞斯，战争冲锋。满堂花醉3000克，一剑霜寒14周。怎么，这就不行吗？你少得意，我就不信，你们华家的诗词每一个都能诞生神王级别的战力。至战无双，洞悉万物，智慧之神雅典娜，智慧裁决。待到秋来9月8，我花开后返华沙，冲天香阵斗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烈日焚天，光明永存。太阳之神阿波罗，太阳之坠，战战长空黑，更哪堪斜风细雨，乱愁如织。强大的奥林匹斯文明诞生的神王，竟然都不堪一击。华夏国的诗词文明，隐藏的战力到底还有多少？难不成他们文明下的产物，个个都是神王级战力不成？这伟大的诗词文明，一定是我们棒子国的。华夏国是抄袭，是剽窃。你们华夏国到底还有多少地盘？我华夏诗词博大精深，但凡心有所想，皆可通过诗词的形式演化出来。在那个璀璨的唐宋时期，诞生过何止千万的伟大诗人。虽然不是人人所创造的诗词都能发挥出神王级别的战力，但仅需要其中的1%对付你们就足够了。混蛋！你这是在藐视伟大的奥林匹斯文明吗？伟大？一群连伦理都不顾的垃圾，也配称之为文明？简直令人作呕！华夏人，你这是在挑衅诸神的威严。那又如何？你口中所谓高高在上的奥林匹斯诸神，如今还剩下几人？我承认，你华夏诗词文明诞生的神王级战力都很强大，但我也发现了，你好像最高只能演化出神王级别的战力。你别忘了，我奥林匹斯文明还拥有3尊主神。奥林匹斯的3位主神分别执掌天空、太阳与冥界3大至高法则，而且3人是一母同胞的兄弟。主神也是分强弱的，奥林匹斯3大主神联手，就是这个世界上最顶级的力量。沧海倾覆，海啸灭世，海神波塞冬，亡灵之主，冥界主宰，冥神哈迪斯。万雷击地，裁决天地，众神之王宙斯。这就是奥林匹斯诸神的威压吗？连文明擂台都抵抗不住，出现了裂痕。这就是我们国家真正的文明底蕴，我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输。面对全世界最强大的文明，华夏终于要输了，连文明擂台都抵挡不住，这就是奥林匹斯3大主神的真正力量吗？希腊国刚才说的对，从一开始，樱木就从来没有演化出主神级别的战力。上一场对战奥丁，我们侥幸赢了，如今奥林匹斯3大主神联手，我们拿什么赢？不要慌，我们要相信樱木，他一定能给我们带来奇迹。你说的没错，一直到现在，
我从来还没有演化出具有主神级别的战力，那意味着你们还不配。你骗谁呢？主神级别的战力可是顶尖神级文明才有的战力，我看你们华夏根本就没有。哦，那你要试试吗？哼，试试又怎么样？我奥林匹斯3大主神分别掌控着天空、海洋和陆地3大至高法则力量，就算你们华夏能演化出主神级别的战力，也不可能是我们的对手。卑微的人类，在你面前的是伟大的海洋之神波塞冬。我以神的名义命令你跪下，献上你的忠诚，我当给予你神的宽恕。傻逼！石迷，这个卑微的虫子，刚才是不是在骂我？是的，波塞冬大人，他在侮辱您的神威。骂得好！什么狗屁海神？文明是为我们人类来服务的，而不是诞生出这些不可一世的神明，成为奴役人类的枷锁。波塞冬，身为高高在上的主神，何必与一只卑微的虫子废话？唯有用强大的力量将它彻底击碎，才能展示出属于我们奥林匹斯诸神的骄傲。华夏的代理人，主神们生气了，你做好承受神明怒火的准备了吗？神明怒火不过是一个混乱的文明诞生出的畸形产物而已，又有何惧？宙斯大人、波塞冬大人、哈迪斯大人，请您降下雷霆之怒，惩罚这个不敬神明的虫子。海洋怒潮，冥界之火，雷霆裁决，海洋的洗礼，死亡的惩罚，雷霆的裁决，3大至高法则，你华夏国的文明到此为止了。在历史的长河面前，一切皆归虚无。二曹之与民俱灭，不废江河万流。这是什么力量？我的神力在消失。这是什么力量？我的神力在消失。我的神力也在消失。不啊！消失了，一招秒杀奥林匹斯的3位主神。这就是我华夏诗词文明所演化出来的主神级别的战力吗？竟然拥有如此恐怖的力量！樱木果然没有让我们失望，大局已定。从现在开始，文明擂台之上，再也没有能够匹敌我们华夏的力量。希腊国失败，奥林匹斯文明偷离，灭国神战惩罚生效，希腊国抹除。不可能，我不相信，伟大的奥林匹斯文明怎么可能会输？输了！拥有3位主神的奥林匹斯文明，也不是华夏国诗词文明的对手。难道真的就没有人可以抗衡华夏了吗？他们成了世界第一，那我们的国家还有活路吗？赢了，我们是世界第一了。走，一起去迎接我们的功臣。各位，华夏又赢了，他们的文明已经强大到可以随意演化出主神级别的力量了。没有希望了，华夏的崛起已经没有人可以阻挡了。不，我们还有机会，都让我们所有的国运与华夏开启最后一战。首长好。樱木，你做得很好，拯救了华夏，是当之无愧的国之功臣。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我华夏文明本来就是世界第一，不应该被遗忘，也更不应该被埋没。
说得好，我们已经下令全国各地搜寻曾经被遗忘的古诗词，并且第一时间分发到各个学校中进行背诵学习。这是我们国家最璀璨的瑰宝，就应该让更多人知晓。我们已经为你准备好了庆功宴。那华夏国就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了。华夏的态度你们都看到了，现在的他们国力比之前增长了10倍都不止。若是再让他们继续赢下去，以后还有我等国家的立足之地吗？绝对不能再让华夏逐一击破了。我提议，献集我们国家所有的国运之力，强行召唤出所有文明的底蕴，一起出手，将华夏扼杀在这文明擂台上。我天竺国附议，棒子国附议，金塔国附议。华夏国，你们成功的激起了众怒，准备接受我们的制裁吧！以老鹰国国运为纪，召唤天使文明降临。以天竺国国运为纪，召唤佛文明降临。以银华国国运为纪，召唤百鬼文明降临。以金塔国国运为纪，召唤法老文明降临。又是8国联盟吗？可惜，这已不是100年之前的华夏了。现在，攻守一行了。后辈子孙殷穆，恭请历代文圣降临此间，以诗词为风，护我华夏根基。上，毁灭华夏文明，瓜分华夏国运。古有羽皇九鼎，助我华夏根基。换九鼎。王安石领命，羽行绝山走白骨，蛟龙窜天魅伏。心智幽妖上既细，以金铸鼎空九牧。野云赤天长为黑，败风余吹山拔木。鼎城巨关变怪所，夜人行歌鬼咒哭。万敌临前又如何？自有雄关护天线。换凉州词。王之涣领命。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将军百战沙场，请君再战楼兰。换从军行。王长龄领命。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他的香熄灭了，他已经没有力量再唤醒那些诗人了。上，快上！趁他兵，要他命，胜利最终还是属于我们的。先辈浴血皆犹在，护我华夏长灯明。换沁园春雪。
先辈浴血皆犹在，护我华夏长灯明。换沁园春雪。华夏领命，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历史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日与天公势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惜秦皇汉武，略出文采；唐宗宋祖，少许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至10万人盛大。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输了，赌上所有国家的国运，也就输给华夏了。从今以后，世界上的文明只有一个代名词，那就是华夏。我不服气，为什么华夏的文明代理人这么强大？这不公平！你输给的不是我，而是我华夏文明几千年来薪火不断的传承，是我华夏跃于笔锋上的繁荣昌盛。我华夏诗词之美，不是那些高高在上的信仰，而是皆为人民。你们的上帝也好，佛也好，不过是掌权者用来愚弄百姓的手段，而我华夏的诗词，诞生于市井，诞生于人民。他们可以像太白先生一般，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肆意潇洒，快意江湖；也可以像杜甫先生一般，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的壮志难酬；亦有东坡居士田园作乐的洒脱，还有易安居士的巾帼不让须眉。我华夏的诗词文明，诞于人民之中，人民不灭，文明不绝。樱木小友，你之前所说的8大菜系的东坡肉，不知道准备好了没有？吃，你就知道吃。我只要有好酒就足够了。太白兄，还是要少饮一些酒才是。清张妹子，把霸王喊出来，我要跟他打一架。哈哈哈哈哈哈！樱木，文明擂台已经彻底结束，我华夏从当初的灭国之危一跃成为如今的世界第一，国运长隆，这一切都要多谢你啊！你不仅拯救了我华夏，还让我们所有人都知道，原来我华夏还有这么一个璀璨无比的文明时代，有你是我华夏之福。各位首长，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哈哈哈，不必自谦，在我华夏向来是有功必赏。我们商议过，你这次的功劳于国有恩，当封无双国士。首长，这个太贵重了，小子实在是不敢接受。樱木，你就收着吧，这是你应得的功劳。是啊，樱木，这枚勋章代表着国家对你的认可，人民对你的感谢，
有你守护，是我华夏之幸。所有人一起举杯，敬我华夏国士，举世无双。敬国士，举世无双。完了，一切全完了！给我闭嘴！你就这么甘心看着华夏踩在我们所有人头上吗？哼，不甘心又能怎么办？华夏的国力本就是世界第一，如今连文明擂台也已经结束消失了，我们已经没有任何翻盘的机会了。不，我们还有机会。很好，诸位，华夏所有的高层都在狂欢庆祝，现在就是我们报复最好的机会。什么？你要与撒旦合作？天哪！你们老鹰国是疯了吗？那是一帮吃人的魔鬼，是我们全人类的敌人。你要跟他们合作，是想要人类灭绝吗？现在还有更好的选择吗？睁大你的眼睛看看外面，天使在哭泣，诸佛在悲鸣。曾经永恒的奥林匹斯圣火已经化作一片废墟。我们国家的文明被剖离，国运尽归华夏，用不了多久，我们的国土，我们的子民也都会被他们慢慢吞噬。这个世界上再也不会有我们国家的痕迹，你们甘心吗？华夏有句古话叫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让他们打起来，我们才有继续存活下去的机会。我同意，华夏崛起，第一个不会放过的就是我樱花国。我们现在别无选择。诸佛的光辉绝对不能葬送在我的手上。没错，绝对不能让华夏一国独大。老鹰国同意，北欧国同意，樱花国同意，棒子国同意。很好，契约已成。
万人的灵魂吗？现在怎么会有这么多？贪婪而弱小的人类与魔鬼做交易，是你们做出最愚蠢的选择。撒旦，你敢骗我们？契约已成，我自然会遵守承诺，但你们是看不到那一天了。真是令人怀念的味道啊！这个世界已经沉寂太久，黑暗的信徒们，听从你们王的召唤，开始尽情狂欢吧！你听，是不是有什么声音？不见了！你看前面！急报！山海关被一群不知名的怪物大军袭击，死伤惨重。若再不及时救援，恐怕会有破关之危。这是撒旦的旗帜，一定是老鹰国的那帮人，他们竟然把撒旦放出来了。老鹰国他们疯了吗？与魔鬼做交易，他们要当全人类的罪人吗？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立刻调集周边的军队，以最快速度前往山海关支援。与此同时，关内的百姓安排紧急撤离。现在立刻给我安排一架直升机。首长，你要去前线，可是这也太危险了。哼，我华夏的将士们为了守护我们的家园，在前线浴血奋战。我这个做首长的，又岂能在后方冷眼旁观？大战将起，我必须亲赴第一线战场。是首长，我马上安排。首长，我跟你一起去。樱木，你刚经历了文明擂台的大战，为华夏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个时候应该多休息才是。首长，我既是华夏国士，自当为守护华夏尽自己的责任。说得好，我等神力消散还有些时间，就陪樱木小友一起走一趟。我替华夏万千百姓感谢大家。
袖里屠龙斩交手，埋没清风20春。你没事吧？没事。樱木，你怎么样了？首长，敌人很强，我在文明擂台上剩下的人力不多了，恐怕支撑不了多长时间。这种邪恶的气息与我华夏古代妖怪的力量极为相似，若是依靠普通手段，根本不可能对付得了他们。那怎么办？山海关之后就是一望无际的平原，是亿万百姓的家园。山海关绝对不能破。还有一个办法，一国国运是这天下间最强大的神力之一。若是华夏愿意拿出1半国运赠予，我等就可以尽情发挥出最大的战力。好，我答应你。好充盈的力量，太白来也！太白兄，等等我！今日你我2人就比比谁杀得多。这2个人太性急了，一点也不优雅。少啰嗦，赶紧下去杀敌！清朝妹子，轻点，轻点！哎呀！樱木，山海关就拜托你了。首长放心，樱木在此，人在关在。这就是华夏诗词文明的代理人嘛？不过也就是一个弱小的人类而已。无趣。破关！不行，这样下去，城墙根本扛不起几锤呀！这城墙，他们破不开。半壁孤城水一湾，万家烟火撞雄关。哼，废物！既然砸不开，那就给我用火烧！这是什么怪物？希腊神话中的奇美拉，狮头、羊身、蛇尾，口中所喷的火焰，可烧毁一切。什么？这么厉害？那我们能挡得住吗？哼，有我在，挡得住。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这小子难道是被吓傻了？妄想用几根杂草挡住奇美拉的火焰，简直是可笑！奇美拉，给我烧死他们！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什么？奇美拉的火焰竟然连几根杂草都烧不坏？王，我愿亲自出手，为您扫平一切障碍。去吧，不要让我失望。是。华夏的文明代理人，若你肯将灵魂奉献给伟大的撒旦，地狱之中，你将被赐予永恒的生命。要战便战，哪来这么多废话？狂妄的华夏小子，你找死！欺负一个后辈算什么本事？你若想打，我来陪你玩玩。
赵克慢胡鹰，吴钩双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你竟然敢伤我！哼，我不仅要伤你，还要斩了你。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太白先生小心！是了夫身去，深藏功与名。可恶，又消失了，而且消失得干干净净，根本找不到他的一点踪迹。我吸血鬼一族的消失术是我族最强大的秘术，只要我不主动现身，就连神明都找不到我的真身，更何况你区区一个凡人。你就乖乖等死吧！哼，谁也找不到，那可不见得。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太白先生，小心身后！哼哼，找到你了！不可能，你是怎么找到我的？现在你藏不住了。闲过杏林隐，颇见西前横。将至弹珠害，持伤劝侯赢。三杯突然落，五岳道为轻。眼花耳热后，意气素泥生。就照挥金锤，邯郸先震惊。千秋二壮士。选贺大梁城，纵死峡谷乡，不惭世上英。不可能，区区一个人类文明，怎么可能会这么强大？我可是高高在上的吸血鬼之王，怎么可能会被这么轻易打败？吸血鬼之王，欺我华夏者，虽强必诛。谁能输阁下？白手太玄经。一群废物！传我命令，全军出击！樱木小友，敌人发起总攻了。若只靠我们几人，恐怕挡不了太久。诸位莫慌，剩下的交给我。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星梦压星河。诸位，
华夏逢难，此时不临人间，更待何时？壮志饥餐葫芦肉，笑谈渴饮匈奴血。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哈哈哈！吴木兄，等某片刻。满堂花醉3000克，一剑霜寒14周。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高某以此情一曲，送诸位文友，临此人间，再以手中笔墨如刀，护我华夏正统。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哈哈哈哈！王汉来也！今日我王昌龄再战楼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地今儿个老子不中了。只要你离开的那一天，我一定会再回来的。我殷木愿用毕生之功德，镇关300载，护我华夏山河。殷木，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从现在开始，你就叫做镇国关公。来，大家都跟上！大家快看，这里就是300年前的山海关遗址
当年的大战中，我华夏国士樱木以一己之力封印了地狱之主撒旦，保住了华夏。从此之后，华夏成为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国家，而这里也被命名为镇妖关。我呸！什么镇妖关？这都什么时代了，还有人信这个？哈哈哈哈哈！大叔，你怎么说话呢？要不是他在300年前的文明擂台上，我们华夏就已经被西方瓜分了。没错，律法上第1条就写着：樱木前辈，国士无双，与国同修。那又怎么了？300年前的事儿，谁知道是真的是假的？话说的好听，镇妖关可妖在哪儿？你见过吗？啊，这是咱们华夏的大长公主。不知道啊，哎，快看，她朝那个人走过去了。樱木，首长早已下令，命你即刻退出镇妖关。你为何还在这里？我若离去，群妖归来，你们拿什么抵挡？樱木，我华夏以国运滋养了你整整300年，你还想要欺骗我们到什么时候？我告诉你，根本就没有什么撒旦，我华夏也绝对不会再以国运滋养你这个蛀虫。哈哈，好，既然是首长的命令，我樱木自当遵从。从今日开始，樱木不再是华夏国士，今日退关。300年了，樱木，你终于走了。